全民领主试炼开启，7日保护期后，第一波魔兽潮降临，领地核心被毁，领主死亡。S 级吗？有意思。怎么才 B 级？妈的，给秦烈装上了！领主林燕觉醒 F 级天赋种田，新手礼包破锄头1把，梅麦种3袋，农夫2名。别人领主争霸，你来春坑。兽潮来之前，记得给魔狼撒点葱花。F 级种田，什么垃圾！领主大人，咱们是不是完了？这地被黑雾毒了3年，种啥死啥，那井也不能喝，喝一口就能见祖宗。远处还有魔狼叫，咱们2老农夫一把锄头拿什么活呀？别人抽兵是为了7天后打仗，我种地也是为了7天后打仗。领主大人，麦子还能打仗？兵要吃饭，马要吃草，法师要补魔。他们现在笑我种地，7天后他们会跪着问我粮怎么卖。文明农场系统绑定，新手任务：24小时内开垦第1亩荒田。任务奖励：黑土净化1次，基础粮仓图纸。系统来的正是时候，有救了！这土会冒毒啊！毒还在，说明土没死。死地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先认命。新手保护盾开启。魔狼群已标记你的领地，7日兽潮中，你的领地将被优先攻击。领主大人，他们盯上咱们了！盯就盯，7天后，谁吃谁还不一定。领主大人，这种子都没成这样了，别说种地，喂鸡都嫌弃。咱们要不趁保护期还在，去别的领地讨口饭吧。不是废种，是没遇到会处理的人。都长毛了，还能救？当然可以，发霉的丢掉，半死的是活性最强的先种，可以拿去种地。唉，别人领地现在都在练兵，咱们在这撒霉种，这要让外人看见，真得笑掉牙。最新消息 ，F 级种田哥真开始种地了，大家记一下坐标，第7天去给他收尸，顺便收点狼粪肥田。别这么说，万一人家真种出来了呢？能给我骑士团当马草？领主大人，他们太欺负人了。没事，他们现在越狂，到时候就越惨。发芽了，真发芽了！获得抗寒黑麦种120单位，奖励催芽水1瓶。怎么有点怪怪的？领主大人，这些苗真能活？能不能活，就看今天晚上了。土壤毒性残留，若12小时内无法取得净化水源，幼苗死亡率80%。水还是毒的，那就致敬。领主大人，魔物，这东西会污染井水，得打死！别急着杀，先看他吃什么。魔物还能干什么？当然是害人啊！看，他不是在污染水，他在吃毒。啊！拿梅麦壳喂魔兽，领主大人，咱们自己都快没饭了。死种不能吃，但他能吃。废物放错地方才叫废物。他真能净水！驯化成功，获得领地单位净水史莱姆。解锁建筑史莱姆净水池。
不臭了。领主大人，这水能浇田了。先浇幼苗，人喝的水煮过再喝，别刚活一天就把自己喝死。刚击杀3头魔鹿，获得肉食30单位，这就是战斗天赋的优势吗？狼骑兵也打到肉了。种田哥，你那边麦子长出来没？不会先把自己饿死吧？出芽了，领主大人，真的出芽了！第一口水救活了第一亩田，才有命。农田遭遇虫兽灾害，幼苗损失超过50%。魔鼠啃苗了，水刚治好就来吃苗，真当我这田没人看？领主大人，再让他们啃下去，咱们就完了。可咱们没兵啊，人家骑士砍魔兽，咱们2个农夫能干什么？谁说农夫不是兵？守不住粮的人才是真的废兵。阿土，挖浅沟，把田壤分开。阿木，拿梅麦壳做诱饵，撒到沟里。好。小兰，快吐粘药，封住沟口。粘住了，这小东西真有用。别夸，敲。年田守护成功，魔鼠首领击退，农夫阿土获得经验，农夫阿土转职守田农夫。你阿土爷爷在此，魔鼠休得猖狂。我的田你也配先吃？哦，领主大人那么帅吗？我要跟领主大人生猴子。我升级了，手中粮食人。我拿锄头头打老鼠也算兵？就是兵。以后谁再说农夫没用，你就把这句话甩他脸上。谁敢踩咱们田，我第一个拿锄头敲他。领主大人，咱们昨晚差点没了。是差点，所以今天要建防线。有没有人有食物？狼骑兵消耗太快了，可以用兽皮换。前期缺粮正常，熬过7天抢就行。笑死！麦子还没熟就开始卖空气。我手下火焰骑士已经升到2级，你那点妙苗7天后能剩几根？他们都不信咱们能种出来。现在不信，价格低，等他们信了，就不是这个价了。我需要7日后的粮，我可以用冰晶矿换。不要冰晶矿，我要木材和石料。冰晶矿价值更高。价值高，不代表现在有用。我的粮仓缺木头，不缺漂亮石头。你可以用冰晶矿去换木材，再来找我。你不像 F 级天赋。第1笔粮食预售完成，诚信合约生成，领地信誉加10，解锁建筑，初级粮仓。领主大人，真有人买了，咱们还没收粮就换到材料了。这不是买粮，这是买7天后的命。初级粮仓建造完成，存粮保护率提升至60%，解锁新任务，接纳第1批领民。领主大人，求您收留我们，我们被2个领地赶出来了。他们说我们不会打仗，只会吃粮。领主大人，咱们粮还没成熟，多2张嘴，压力太大了。我这里不养闲人，留下可以干活吃饭，要是闹事，丢出去喂狼。我会整理种子，会记账。叔叔虽然腿瘸，但会木工。从今天起，吃我的粮就守我的田。耶！我们有家了。话说，哥们儿，你怎么长得那么黑呀？什么呀，哥们儿，我只是晒得比较黑。别人都在练兵，他还真种幼苗了。这要让他粮食成熟，咱们以后还怎么压价？动手！领主大人，有人烧田啊！我这田刚从毒土里活过来，谁敢烧它，我就把谁埋进去当肥。昨天我能敲魔鼠，今天就能敲人。是赵括的人。赵括，派人烧田，就派这种货色。下次记住，想动我的粮，先问问我的农夫答不答应。林燕，你敢挂我的人？你来，我连你一起挂。
领主大人，以后晚上我守田，谁来我敲谁。领主大人，我们真的能留下吗？能，我这里不分贵贱，肯干活就有饭，敢背叛就滚出去喂狼。7日保护期结束后，谁跟我一起打林燕？粮食平分。领主大人，赵括那些人要是真来了，咱们这木栅栏挡不住啊！木材不够，石料也少，想修墙至少还得2天。谁说墙只能用木头修？推荐组合：浅沟、藤蔓根系、稻草傀儡。领主大人，这是我在木屋后面找到的藤蔓种，它们长得快，但会缠住作物。杂草放错地方才叫杂草，放到敌人脚下，它就是绊马索。领主大人，这玩意儿真能下魔兽？下不下魔兽不知道，但能替你挨第一口。不是，怎么听着像下一口就轮到我了？农田防线雏形完成，藤蔓根系激活，稻草傀儡可吸引低阶魔兽仇恨。才31，满分多少？100。那不还是要死？昨天是0，今天31，只要每天往前一点，就不是等死。收粮，肉食换粮，价格好谈。哟，秦烈大佬也缺粮了？你的火焰骑士不是能烧死一切吗？哈哈哈哈哈！领主大人，战斗领主开始缺粮了。他们现在才知道，兵不是召唤出来就完事，兵张嘴比魔兽还可怕。第一波兽潮可能提前，建议尽快完成第一次收割，明天收麦。抗寒黑麦成熟，可收割。熟了！我被3个领地赶出来，他们说瘸子吃粮浪费，没想到我还能看到一片田成熟。那就别光看，收麦子！大家快出来收麦子喽！第1季黑麦收割完成，农夫可转之守田民兵。守田民兵，我真能转职成兵？你本来就是兵，只是以前没人承认。谁有失误？我枪兵饥饿值到70了。林燕，契约粮是否能按时交付？按时交付，契约粮100单位，今晚发货。收到。你是目前区域内第1个完成粮食稳定生产的领主。大家别被他骗了，兽潮马上来了，他粮仓就是最大的目标。保护期一结束，先抢他的粮，再一起守兽潮。这群王八蛋，咱们种出来的，他们凭什么抢？因为他们觉得粮食好抢，所以今晚让他们知道，粮食也会咬人。粮租存粮超过500，领地进入丰收状态。隐藏条件满足。由于领主表现优异，系统奖励发放。林燕，交出1万粮！大家都是蓝星人，你不能看着我们饿死。昨天你还派人烧田，今天就成蓝星兄弟了。你这兄弟情是饿出来的吧？我烧的是你的田吗？我那是为了区域资源公平分配。你一个 F 级种田废物，凭什么垄断粮食？凭我种的，凭我的人守的，凭我的田没被你烧成灰。少废话！你要是不交粮，保护罩一开，我们自己拿。可以，但伸手之前先想清楚，粮仓门口不认蓝星同胞，只认交易和强盗。新手保护期结束。冲！先拿粮仓！用火烧藤蔓！放水。稻草人护田，藤蔓压火。
死进粮仓，先从我身体上踩过去。我的人不是你们能踩的草。你守住我们又怎样？兽潮来了，你这些农夫一样要死。系统警告：第一波魔兽潮开始。林燕，你不能见死不救！我可以救人，但不救刚才还想抢我粮的狼。我差点忘了我是 B 级，天塌了，我们完蛋了！放心，我们还有绝招。领主大人，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装叉呢？装啥呢？装啥呢？有能耐你溜出来呀！系统奖励发放 ：B 级英雄赵括，奖励魔狼战甲1套。哟，系统还给我一套战甲，你说这气人不气人？系统奖励发放 ：F 级林燕由于表现良好，可使用农夫变身卡1张。领主大人，给我！放心，少不了你。使用变身卡，铠甲火蹄！农夫变身卡采用灵芝、海马、枸杞马牛、土木学长幻化而成，必须抽打7期95天才能幻化而成的终极形态——铠甲合体！还铠甲战士，哈哈哈哈！我还奥特曼呢！那你来啊！完了，肯定打不过。这货看着阵势那么大，估计不太好对付。你为什么不过来？我觉得男人之间不一定要武斗，还可以斗武。你说什么？完了，肯定完了，都被领主大人给害惨了。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你说吧，怎么比？那就1人1回合，由林燕大人来当裁判。笑话，我乃国际武王，这么斗了，就你一个农民也行跟我斗？那就来吧！什么情况？谁他喵的把灯关了？哈哈哈！就这2下3脚猫功夫，赶紧回去种田吧！有本事你来一个！来就来，小子，你瞧好了！A regular day, meeting all your mates and you feel okay. You wanna be tough, that's a rule at school. Never tough enough, so you play it cool. Someone call you out, wanna make a bet. I know a game I can beat you at. He's got the day, I don't wanna be a chicken, you a macho man. Oh no, going up to school, just a regular day. Meeting all your mates and you feel okay. You wanna be tough, that's a rule at school. Never tough enough, so you play it cool. 刚才那叫舞蹈，那你可看好了。还有对不起，老头的头皮把森林叫醒，天边空气让人很舒服，天上太阳红扑扑，看起来很美服。行，你狠！哈哈哈哈！天啦！领主大人，求您收留，我们会干活，
只求给孩子一口粮。领主大人，咱们刚打完寿桥，多这么多人，粮食压力太大了。我就是被别的领主赶出来的，他们说不会打仗的人没资格吃粮，可咱们真的养得起吗？你们会什么？我会砍木头，也会修路。孩子他娘懂一点草药，我们不是来白吃的。只要给孩子一碗粥，我们明天就干活。登记姓名、会什么、身体状况，今天先吃多少都写清楚。真收。收，但规矩也说清楚，只要肯干，我就不会让你们饿着。现在干不了也没事，但是要是偷粮、闹事、挑拨别人，我的领地留不下这种人。不用跪，你们不是奴隶，但记住，吃了这口粮，明天这片领地就有你们一份责任。我们懂。林燕开始收流民了，真当自己是救世主。等他粮被吃空，我看他还怎么装。没有秩序的人口才是负担，是未来人的田、路、墙和兵。解锁建筑临时领民木屋，解锁制度任务劳动分配。领主大人，我开始有点明白了。咱们不是只在种粮，咱们是在种人心。粮能活人，规矩能留人，人留下来，村庄才有根。米娅，我只是想给弟弟多拿一点。第一晚就有人失规矩。领主大人，他不是坏孩子，他只是怕弟弟饿死，求您饶他。是我偷的，跟我娘没关系。要不算了吧，孩子也是饿怕了。你弟弟今天的粮比别人多，你知道吗？知道，可我怕明天没有。你怕明天没有，所以今天就偷。那别人也怕，所有人都偷，粮仓今晚就空。明天不是你弟弟没饭，是所有人一起饿死。从今天起，粮仓规矩写在门上：第一，领地粮食统一登记；第二，病人孩子可以申请额外份额；第三，偷粮者停罚本人一餐，公开补供；第四，再犯逐出领地。领主大人，他还小，这里每个人都饿过，饿不是偷的理由，但他没造成损失，我给他补救机会。明天你去堆肥坑干一天，你的晚饭停一顿，你弟弟的病号粮照发，你偷的是你的错，不让你弟弟替你而饿。谢谢领主大人，我明天一定干活。别谢，记住，这里不是谁哭得惨谁就多吃，是按规矩活。以前我只知道种地要分田垄，现在才知道做人也得有田垄，边界不清，粮就乱了。领主大人，我明天还能吃饭吗？能，因为你今天把错补了一部分。秦烈的骑士团开始大量采购粮，但他不是为了吃，他在囤粮，准备招募更多兵。吃饱了就想打仗，看来粮食价格该换算法了。建造初级磨坊，任务奖励：粮食加工效率提升，解锁黑麦面粉。木材石料还能凑，可转轴不好弄，没有铁匠，磨坊转不起来。那怎么办？秦烈那边一直催着买粮，要是咱们只卖原粮，不就亏了？大量收粮，可用铁矿、火焰晶石交换。铁矿可以换粮，但我要一名会打造农具的工匠或者铁匠图纸。你疯了？现在谁会拿工匠换粮？那你就继续让火焰骑士啃魔狼肉。提醒你，魔狼肉吃多了会狂躁。你的骑士忠诚度还剩多少？50。林燕，你别太黑。图纸不能吃，粮能。你急，不是我急。能做，给我一碗，我把转轴敲出来。稳住啊，兄弟们！
领主大人，成了！咱们不是只有粮了，咱们有面了！不是吧？他连面粉都做出来了。我冰种吃干饼能恢复体力，林燕卖我。干饼怎么卖？你昨天嫌贵，今天更贵了。初级磨坊建造完成，进度40%。下一任务：建立公共食堂。我们不是来讨饭的，我们是来投奔第一农场主的。我们带来了药草种子和一个消息：第2波兽潮里会有毒株。我叫罗娜，是药草师。第2波兽潮会有毒株，我见过它们，咬一口，普通士兵半小时就会麻痹。我带来了醒麻草种子，求你收留我。毒株，领主大人，咱们第1波都是拼命守下来的，再来毒株，这不是要命吗？你们会什么？我会种药草，会配基础解毒药。我弟会照顾伤员，剩下的人能挖地，能搬木，能守夜。我们不是来白吃的。进来。但规矩先说清楚，我这里救命，不养闲人。药草种子归领地药品统一管理，可以领粮，可以住木屋，也可以分报酬，但药不许私藏。只要能活，我们听规矩。这算是正式收编了。吸纳药草师成功，领民数量达到20，解锁建筑初级药草圃，解锁作物醒麻草。第2波兽潮信息更新，毒株群。对，就那样，稳着点。腐殖肥不够，魔狼尸体倒是有一堆，就是臭的要严。小兰，有活了，把狼尸变成肥料。你把史拉姆当净水工，还要当堆肥工？别人杀魔物取晶核，我让魔物干活。在我的领地，能生产的都有饭吃。我要300干饼，铁矿半甲。兽潮来了，你守不住。现在是你饿，不是我怕。领主大人，秦烈又发了3条消息，他说如果我们不给低价粮，以后就不和我们结盟。他还威胁上了，第1波兽潮的时候找咱们买粮的是他，现在吃饱一点，又觉得自己是大爷了。黑麦干饼限量出售，1斤粮10铁，1斤面粉18铁，1斤干饼30铁，嫌贵不卖。30铁，林燕，你疯了吧？大家看见了吧？他就是趁火打劫。林燕，别忘了，区域排名第1还是我。我的火焰骑士能杀狼，也能烧你的田。你可以试试，但我提醒你，你骑士团饥饿值超过60，火焰晶石消耗过半，魔狼肉食用过量，狂躁风险上升。你现在烧我的田之前，最好先问问你的骑士还能不能跑到我这里。就是，腰里揣着死耗子冒充打猎的。就是，他说的是事实。秦丽，你的骑士昨晚战损比很高。粮食不是白来的，开荒净水守田打魔鼠挡受潮。我的农夫流血你们笑，现在我的粮进仓你们嫌贵，这世界没有这么便宜的饭。30铁太高，25，我要200干饼，35。你刚才不是30？你刚才威胁我烧田，涨价了。林燕，高价值粮食交易完成，获得铁矿700单位，火焰晶石10单位，解锁建筑初级铁铺前置条件。领主大人，他威胁我们，结果还多花钱。耶！恶兵比敌人更可怕，他不是向我低头，他是向肚子低头。买不起就偷，偷一点粮，赵括大人就能东山再起。什么东西？刚打完兽潮，你们还敢偷粮？这粮是我们一锄头一锄头守出来的。这些粮食是明天给伤员和孩子的。我们也是饿的，凭什么你们有粮，我们没有？饿就能合理化偷，那这世界早就不用规矩了。昨天我开了交易档，你们看见了，粮可以换，木材、石料、劳力都能换，那只是你们不想付代价，所以才叫抢。我们是赵括的人，你敢动我们，赵括不会放过你。赵括，他现在自身都快被兽潮啃成筛子了，他拿什么放过我们？
拿他那半截营地吗？所有人看清楚，我的领地欢迎交易，也欢迎投奔，但不欢迎偷粮。第一次，公开审判，劳动赔偿；第二次，逐出安全区；第三次，按敌人处理。支持，粮仓规则不利，所有生产型领地都会被抢空。偷粮者该罚，他们只是饿了。林燕，你别装正义。哼，那你替他们赔，你赔他们放，你不赔他们自己，让他们自己赔。赵宽大人，看见了吗？叫你们抢粮的人，不会替你们挨饿，也不会替你们还债。偷盗风险下降，解锁建筑公共食堂。快点，快点！那边木料抬过来。不好，魔狼尸体毒性太重，堆肥失控了。领主大人，小兰不会要炸吧？啊！这玩意儿要炸了！魔狼尸体带黑雾毒，普通腐化会污染土壤，要是直接用来肥田，杏麻草和黑麦都会死。堆肥毒性超标，可通过净水石母分裂体、草木灰、黑土核心三者中和。任务：建立稳定堆肥池。需要你分裂一部分身体进入堆肥池。领主大人，他会不会疼啊？小兰，我不强迫你，你要是不愿意，我们就换办法。只是这样会慢，杏麻草可能赶不上毒株潮。这小东西比赵宽那些人靠谱多了。阿土，加草木灰。罗娜，控制杏麻草种植区，别让烟吹过去。米娅，记录堆肥比例，把堆肥池四周加木框，能让毒水渗进田径田里。这活儿也太臭了。偷粮的时候怎么不嫌臭？这肥以后种出来的粮，你吃不吃？稳定堆肥池建成，黑土肥力提升，黑麦产量预计20%，杏麻草生长期缩短至2日，史莱姆小兰获得进化。它生了？不是生，是领地第一批进化工人扩编。人来了，麻烦也来了。我们原本在北边一个领地，领主只要能打仗的人，受潮后，伤兵和老人全被赶出来。听说你这里收人，但不养闲人。我们能干活，只求别把孩子溜出去。这些孩子，领主大人，如果全收，人口能到60多人，但粮食消耗会暴涨。名字：雷恩，会什么？打猎、修工、守夜。还会什么？几个老人会编筐，女人会缝补，孩子能捡柴。老规矩，先登记再分工，伤员优先救治，但恢复后必须做力所能及的事。老人不强迫重活，可以编筐，照看幼苗，孩子不下危险区，但要捡柴、识字、学规矩，谁闹事谁滚。你不问我们能不能打？能活下来的人都有用。你们不是兵员，是领民。吸纳流民成功，村庄升级条件达成，请建造公共食堂。终于不是被赶出去等死了。1级公共食堂建成，稳定粮源达标，住房条件达标，人口条件达标，领地升级中。世界公告：领主林燕第一个将初始农场升级为1级村庄。你不是 F 级种田吗？是，所以我先有了村庄。领主大人，咱们真把这片死地种成村了。村只是开始。区域村庄榜开启，
警告：排名前3领地将暴露坐标。林燕，你完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哪儿。粮仓村庄人口，你这不是升级，你是在给所有强雷点灯。丰收村坐标暴露了，这比我们几个战斗领地都肥。林燕，你完了！你现在不是藏起来的农夫，你是全区域最亮的粮仓，谁饿了都想来咬一口。领主大人，要不咱们先把粮仓藏起来，坐标都暴露了，晚上肯定有人来。藏不住，粮食多了，烟火气多了，人也多了，一个村子不能像老鼠洞一样活。领主大人，区域里已经有人联合发起粮食共享倡议，他们说丰收村能守住受潮，是吃了区域红利，所以粮食应该低价供应大家。区域红利，魔鼠是我们打的，水井是我们进的，麦子是我们守的，他们除了骂人还干了啥？当前区域生存困难，建议林岩公开粮仓库存，按需分配，避免有人饿死。可以，想按需分配，先公开你们仓库里的木材、石料、铁矿、晶石。粮食是生存资源，你不能拿来牟利。木材不是生存资源，石料不是，铁矿不是。你们手里的兵不吃饭，我手下的农夫就不用吃饭。领主大人骂得好，以前我被人赶出来时，资源有限，养不起闲人。现在他们缺粮，就开始讲大义了。从今天起，丰收村只做3种生意：第一，契约交易；第二，劳动换粮；第三，盟友互助。白拿没有，抢粮按敌人处理。宁扩威慑度提升，丰收村规则正式生效。领主大人，东边有人靠近，不是魔兽，是人，人数不少，带着空车。空车来粮仓，不是买粮，就是抢粮。林岩，我们不是来打架的，我们是来买粮的。但你价格太高，我们买不起，你必须降价。买不起就叫必须？那我还买不起你的枪兵呢。你送我几个？我们这么多人缺粮，你一个丰收村吃不完。你要是不卖，饿死的人都算在你头上。少拿死人压我！你们不是没东西，是舍不得拿好东西换粮。还卖？你还真把粮当生意了？粮本来就是生意，不是天上掉的善心。我种地的时候，你们练兵；现在我丰收了，你又让我降价，你们还真敢开口。马森，你脸上的皮是不是也打算拿来换粮？来拿啊！林燕，先卖给我！领主，他们这是抢着给咱们送家底呀！石料100，换黑买粮。10个干饼。什么？不满意？那就下一位。枪兵训练手册，换50单位干饼。成交。领主，这波赚大了！他们换走的是粮，咱们赚回来的是整个村子。木材、石料、铁矿、粮食，从来不是最值钱的。真正值钱的是能一直种出粮食的人。那我以后得对种地的大爷们客气点。你们都被他骗了，他有这么多粮，却故意少放出来，他在制造饥饿。看来你还没饿明白。明天我让你看看，1斤粮到底要多少血汗。林燕，你装什么？粮食种出来就是种出来了，还算什么成本？第一项，开荒，1亩黑土，3个人翻地1整天。阿土，来吧，展示。领主，你看，全是翻地翻出来的。第二项，净水，毒井不能直接用，10来亩净水需要材料，需要时间，也需要人守着。第三项，防鼠，魔鼠一夜啃掉3成幼苗，那一晚没人睡觉，所有人守在田边。第四项，防火，有人想烧我们的田，我们守了1夜。这边，快！
第5项，受潮，幕墙差点倒了，3个人受伤，稻草傀儡全部毁掉，但粮仓守住了。所以1斤粮不是从地里自己跳出来的，它背后有人干活，有人流汗，有人受伤，更有人拼命守下来。赵括，这笔账你应该最清楚。哼，说这么多，不就是想证明你的粮应该卖贵？烧田的人是你，带人抢粮的人也是你。如果没有你，丰收村少一堆麻烦。原来那些事都是他干的，还让别人降价。你们别信他，粮食就应该共享。可以，那你把你的狼骑兵营共享出来，让所有人一起训练。丰收村的规矩很简单，愿意交易欢迎，愿意干活换粮也欢迎，想白拿不行，想抢先问问这里的人答不答应。公开成本账完成，区域声望加15，交易争议下降，部分领主对生产型路线产生兴趣。你的成本账很有用，冰霜领地愿意与丰收村签订粮尝试采购与防御互助契约。第一个正式盟友来了。林燕的粮食影响力太大了，再让他卖下去，区域话语权就不是我的了。派人盯住丰收村的粮道。这块地以前也是这样吗？哪有？刚来的时候，这里连一根草都没有。那时候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想着怎么把这片地弄出来。现在想想，那时候是真能折腾。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弄出来的吗？每天都是翻地、除草、挖水渠。人少的时候，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叉车用。这个每天都要磨这么多粮？顾莫宁啊，土哥，顾天骂个头啊！差不多吧。现在人多了，光靠以前那点存粮肯定不行。他一直这么运转？也不是，前阵子还坏过一次，钢石可把他们忙坏了。几个工人围着他弄了一晚上，结果就坏了一个小零件，折腾半天，最后发现就是这么个小东西。一个零件？对啊，就那么点东西，耽误了一整天。以前倒还好，少磨一点，大家省着吃。现在村里这么多人，总不能让大家等着。所以你才这么在意这些东西？那肯定啊，都是大家一点一点弄出来的，坏了不心疼才怪。走，还有个地方给你看。冰清矿，还有寒铁，我能提供。你想换粮？不是一次交易，我想长期合作。长期？你的领地很完善，不像其他领地。如果你的生产能一直保持，我需要这样的供应。你倒是看得挺准。冰窖，原来冰还能这么用啊！哪条法律规定法术只能动人啊？不过你别以为自己是领主就可以这么拽啊！拽犯法吗？你告诉我，哪条法律规定人不能够拽？啊，这你说的一点都对。这个确实有用。冰晶矿50，寒铁20，另外会留1名冰霜学徒。冰窖建起来以后，他负责维护。怎么，还有什么没想好？东西可以，不过粮送出去以后谁护送？你担心路上有人动手？最近这种事少不了。这件事我会安排人来办。行，那这条算上。还有，如果以后我的领地缺粮，价格不能临时变。你放心，我既然答应卖，就不会今天一个价，明天一个价。记住你说的。当然。大人，顾清霜和林燕签约了。知道了。顾清霜缺粮，林燕有粮，他们两个一旦绑在一起，麻烦就大了。盯着他的粮，别让他太顺。奉秦烈领主命令，近期区域粮食紧张，为防止粮食流向不明势力，所有粮车必须接受检查。检查期间，粮食暂扣。暂扣？说的好听，不就是抢？农夫，闭嘴！这里不是你的田埂。老子现在是守田民兵。秦烈让你们来的。秦烈大人是区域第一战斗领主，他有责任维护粮食流通安全，
你丰收村粮食影响过大，必须接受监管。监管？我种的粮，顾清爽买的货，系统契约写得清清楚楚。你一个骑士跑来半路暂定，你监管的是粮食，还是你主子的脸面？林燕，别以为挡住第一波兽骑就有资格嚣张，你靠的是陷阱和小聪明。真打起来，你这些农夫不够火焰骑士一轮冲锋。正面冲锋，我们确实吃亏。领主大人，所以我从来不在骑士擅长的地方打。你们既然站在我的粮道上，就得先看看这条路是谁修的。用火！我修粮道时，就知道会有人眼红。路是我的，沟是我的，藤蔓是我的。你们站在这里，跟骑着马进我田里没区别。林燕，你敢和秦烈大人作对？回去告诉秦烈，想买粮走交易，想抢粮走黄泉。粮道不是他家门口，下次再拦，我不扣马，我扣人。成功守住第一条粮道，粮道防御体系开启，解锁建筑，初级贸易战，丰收村对外贸易稳定度提升。林燕以为粮食能让所有人低头，那我就让他明白，火焰可以烧掉粮仓。领主大人，这回不是小队，秦烈把主力带来了。林燕，我不是赵括那种废物，我今天来只干2件事。第一，丰收村以后所有粮食交易必须经过我。第二，你的粮价由我来定。秦烈，你是饿太久了，开始说梦话。你别忘，区域战力榜第1是我，你能挡住魔狼是靠陷阱。可我的火焰旗骑士能把你的藤蔓、木墙、麦田全烧成灰。你说的对，火确实能烧田，所以从你派人拦粮道那天起，我就在等你来放火。2号水闸开，3号狗头痛。我的墙是木头，但你想烧，也得先问问我的水答不答应。哼，水能灭火，可骑士能冲阵。火焰骑士冲锋！别硬拼，放他们进第一道沟。一点意思。秦烈，想打我的村，可以，但你每冲一步，都是在我的田里打，而我的田，从来不白让人踩。林燕，撑住！冰霜援军还有10分钟到，秦烈动用了火焰核心。领主大人，水压不住火了！林燕，生产体系很聪明，但战场最终还是靠力量。现在交出贸易权，我留你村子；不交，我烧掉粮仓，再谈。你说的对，战场靠力量，所以我从来没说我只靠自己。顾清霜，你要和我作对？我不是帮林岩打私仗，我是保护我签过契约的粮道。你拦粮、压价、烧田，这不是领主竞争，是破坏区域生存秩序。秩序？区域最强的人才有资格定秩序。错，能让更多人活下去的人，才有资格谈秩序。那就看看谁的拳头更硬吧。领主大人又能炸了！爆裂玉米数量有限，打骑士不能乱炸，先炸马不炸人。为啥？杀人会结死仇，断冲锋才是目的。有意思。
林燕，有本事出来和我正面打！我是领主，不是你练枪的靶子。我的本事就是让你冲不到我面前。你守住了我，但你守得住所有人吗？今晚会有比我更想要你粮仓的人。他说的不是威胁。区域里月粮联盟已经成型了，目前确认参与的领主有12个，多数粮食不足，兵种饥饿值超过70。赵括虽然被扣押，但他之前的残部还在山洞。他们打算今晚分3路夜袭。卧槽！这帮人真不要脸，自己不种，天天惦记别人粮仓。北路是弓手和枪兵，东路可能有狼骑残部，西边是最麻烦的，那里靠近药草铺。醒马草还有1天成熟，如果他们毁了药铺，第2波毒株潮我们会很危险。今晚目标不是全边敌人，第一，保粮仓；第2，保药铺；第3，抓住带头的人；第4，让区域所有人看清楚掠粮是什么下场。冰霜学徒可以守西路，但我有条件。说。战后，醒马草药剂优先卖给冰霜领地1批，第2波毒株潮我也需要。成交，但价格按盟友价，不是免费。我正是喜欢你这一点，讲情分，但先讲清楚。来了。他奶奶的，狗贼，拿命来！今天让你们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这草是救命的，谁敢烧，我跟谁拼命！药草归契约保护，越界者动手。领主大人，少了1个人，月亮联盟的真正首领没出现。粮仓，有人进来了！发现目标灰帽，区域排名第9，天赋是地穴工兵。外面打得热闹，你真以为所有人都会走大门？林燕，你的幕墙、藤蔓、水渠都防地上，以下呢？你们是自愿来的？少废话，他们是我的盟工，我让他们挖哪儿，他们就挖哪儿。你让他们挖地偷粮，却不给他们饭吃。哼，低级地精而已，吃饱了还会偷懒，饿着挖得快。你简直畜生都不如！想吃饭吗？林燕，你敢策反我的兵种？兵种？你连饭都不给，他们凭什么替你卖命？吃，吃完告诉我，这地道还有几个出口？不准吃！3个出口，1个通粮仓，1个通药片，1个通村政厅。他们想把整个村子挖空。老罗，封粮仓入口。阿土，带人去药铺。雷恩，守村政厅。你们会挖地，我需要会挖地的人，但在丰收村干活先吃饭。愿意留下的，站到我这边。你们敢背叛我？你不给饭，丰收村给。晚了，我在地道里埋了火药，你粮仓守不住。所有人撤出粮仓！快搬，能抢多少是多少。契约粮还在里面，种子也在。炸点在地道，不在粮仓上面。如果能把地道口堵死，爆炸会往地下泄。你们能堵吗？能，但要快。阿土搬种子，米娅拿账册，罗娜带伤员撤，地金带路，朱青霜冰封地道，小兰粘一填缝。没用的，炸药已经点了。林燕，你再会种地，也保不住粮。领民协同作战，达到条件，战争作物成规模联动开启。
是否启动农场战阵？启动。激活成功，效果防御提升，作物联动，领民士气提升。爆裂玉米，放！老娘，别打我们！种子在，粮仓也在。丰收村公告：第一，粮食继续贸易；第二，掠粮者永不享受盟友价；第三，参与夜袭者必须劳动赔偿；第四，谁再敢碰我的种子和粮仓，后果自负。从今天起，没人会再把你当 F 级种田。那就让他们重新认识，农田也能成军。那个会种粮的人类，也许能让我们部落不再抢粮。领主大人，这些地灵以前可是来偷粮的，真让他们留下。他们偷粮是因为原来的领主不给饭，现在他们干活，我给饭。谁守规矩，谁就是领民。干活吃饭不偷。听着倒比赵宽懂事。领主，领主，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领主大人，南边水洼出事了，有人在猎杀史莱姆。谁？几个外来领主，他们说史莱姆掉低级晶核还能爆粘液材料，抓了一群，正在烧。小兰他们不是魔物，他们是咱们净水工。走。李烨，你来的正好，这些史莱姆又不是你家的，魔物人人可杀，你管得着吗？在我领地水系范围内净化毒水的史朗姆，就归我管。你还真把低级魔物当人了。你杀他，一次掉1块低级晶核，我养他，他每天净水堆肥修复土壤。你这种脑子，难怪到现在还缺粮。你骂谁？谁在烧小兰亲戚，我把谁丢堆肥池里！发现野生金水史莱姆群，可接纳为领地生产单位。任务开动，建立史莱姆净水池2期。今天不杀你们，回去告诉所有人，丰收村的史老母不是野怪，是领民。史莱姆群毒素超标，若不能在12小时内完成2期净水池，史莱姆群将死亡。领主大人，咋办啊？他们平时净水、堆肥、灭火，全靠这些小东西。要是死了，水渠也得受影响。不是普通火伤，猎杀者用过腐毒粉，专门克制低级魔物，再拖下去他们会化掉。史莱姆净水池2期，所需材料石料200，木材100，黑土核心碎片1，效果毒素分解速度提升，史莱姆恢复速度提升，可产生净化分裂体。石料还有，木材够，但黑土核心碎片只有1块，那是夏季季魔力麦田的关键材料。领主大人，要不要先保麦田？第2波兽潮快来了，粮食和醒麻草都很重要。麦田以后还能种，史莱姆死了，水源、堆肥、灭火、药铺全断，生产链不能只看1季产量。我就知道领主大人不会丢下他们。小兰，你别把自己拆没了。放心，你救他们，领地也会救你。史莱姆净水池2期建成，净水效率提升，堆肥毒素处理效率提升，领地魔物亲和度开启。活了，都活了！以后这里不叫魔物池，
叫净水工坊。灵验收留魔物，他把史莱姆当李明，迟早会被魔物反噬。大家小心，丰收村已经不是人类领地了。我早说了，林燕为了粮什么都敢干。看来我得加快进度了。北方荒原牛头人部落靠近，目标丰收村粮仓。赵括这乌鸦嘴，怎么说啥来啥？人类交出粮食，不然我们自己拿。领主大人，这个锄头敲得动吗？他们要是冲锋，步枪撑不了多久。人类领主，我们闻到粮食，交一半，我们不杀人。你们来抢粮，还说不杀人，挺讲礼貌。部落饿了，又在3天没吃饱，我们不抢就死。领主大人，他们好像真不是来烧杀的。你们有力气，有人手，为什么不种地？荒原土硬，种子死，没有水。以前抢兽肉、抢粮，今年魔兽少，领主多，抢不到。合着不是不会干活，是不会种。我们会挖，会拉，会战斗，不会让地长粮。这就是生产链缺口。牛头人有力气，丰收村缺劳动力，他们缺种植技术，丰收村有田有水有系统。粮可以给，但不是白给。你要我们当奴隶？我要你们干活，开荒、搬石、犁地、守田，一天干满，按人头给粮。孩子和伤员先吃救命粮，但后面部落要还工。我们是战士，不是农奴。战士饿死了，也只是一具壮点的尸体。能让幼崽吃饱的战士，才有资格吼。你不怕我们吃了粮，反过来抢你？不怕，你们守规矩是客人，你们抢粮就是肥料。给幼崽先吃，我们干活。米娅登记，阿土开公共食堂，先给幼崽和伤员粥。成年牛头人明天去北田开荒。领主大人，这下犁地的有了。实锤！林业勾结牛头人，人类领地收留抢粮魔物，丰收村已经背叛人类阵营。林正，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们昨天还要抢粮，今天就跟我们一起吃食堂，会不会太危险？毕竟牛头人长得确实吓人。看来得给他们开开会了。今天说清楚，牛头人不是免费住进来，也不是我们投降，这是劳动契约。牛头人部落每日开荒搬运守田，丰收村提供基础口粮、工具和临时营地，不得伤害领民，不得偷粮，违者局出，严重者按敌人处理。幼崽和伤员先救命，但成年族人以工偿还。你们怕他们，我理解，但规矩不是只管人，也管魔物。在丰收村，谁干活谁吃饭，谁抢粮谁受罚。这条规矩对人类有效，对牛头人也有效。我巴鲁代表灰角部落，不抢丰收村粮，以力气换粮。行，明天我带你们去北田，谁偷懒我可真骂。我们不怕骂，怕饿。这哪是牛头人，这是会走到墓地神器啊！如果有铁栏，他们效率还能翻倍。有了，之前不是和秦烈交易了铁矿吗？
我给你们铁犁，你们替我开荒，开出的田，一部分产粮归你们部落口粮。田也有我们的，干出来的就有份。北田大规模开荒启动，丰收村耕地面积即将翻倍。丰收村耕地扩张，他不是收留魔物，他是在扩军。领主大人，北田开荒完成后，耕地面积会翻1倍。如果这一季顺利成熟，粮食产量至少提升70%。还不够，第二波毒株潮前，我们还要留出醒麻草田和爆裂玉米田，粮食、防御、药剂，一个都不能断。哈哈哈！抵制丰收村，他们的粮是魔人种出来的。人类领地不该和牛头人合作。林燕今天让牛头人离地，明天就会让牛头人攻打我们。他们有病吧？没粮的时候求着买，看到牛头人干活又嫌脏。从今天开始，丰收村所有粮食分2类，一类普通人力种植，价格照旧；另一类魔物生产链参与种植，包括史莱姆净水、nüü金挖渠、牛头人开荒，产量更高，价格更低。介意魔物参与者不买。你还敢公开？史莱姆净水比你们乱倒毒水干净，牛头人犁地比你们半夜偷粮体面，地精挖渠比你们挖地道炸草盘有用。我卖的是粮，不是你们那点优越感。魔物生产炼粮真的便宜？便宜2成，但交易契约上会写清楚来源，买不买自愿。冰霜领地购买魔物生产炼粮300单位，净水史莱姆参与生产，不影响食用安全。我愿意做检测担保。那我也要100单位，只要能吃，管谁种的。你们疯了，那是魔物。你可以不吃，也可以继续饿着保持纯洁。他们嫌我们脏，别理他们，等他们饿狠了，连你的梨都想舔。梨不能舔，脏。魔物生产链初步建立，人类领民与魔物劳力协作度提升，解锁新任务魔蜂授粉。领主大人，森林里有蜂群，数量很多。领主大人，这玩意儿要是冲下来，咱们人都得肿成南瓜。魔蜂毒性不强，但数量太多。发现魔蜂族群，状态饥饿，可驯化方向授粉、蜂蜜、空种井，驯化条件提供稳定蜜源。领主大人，咱们没有花田，只有黑麦、醒麻草和一点野花。醒麻草开花了吗？快开了，但如果让魔蜂乱采，药性会被破坏。那就不能让他们进来啊！赶走他们，我们少一个敌人；留下他们，我们多一支生产队。疯子也能当生产队？授粉产蜜，预警驱虫。只会杀魔物的人看见的是毒针，会用魔物的人看见的是产量。是否建立蜜源带？建立后可吸引魔蜂定居。还真不咬人了。蜜源，安全，交换。你们授粉，帮我们巡田，蜜源归你们，蜂蜜按比例分。不许攻击领民。魔蜂族群达成初步契约，解锁建筑魔蜂巢箱，
作物授粉效率提升。杏麻草药力提升了。这哪是疯子，这是会飞的工人啊！诸位，林业已经把魔物引进村里了。今天是史莱姆、牛头人、魔风，明天是不是要让魔王住进人类领地？林业，你正在越线，我越的是你们愚蠢的线。领主大人，净水池供应不上，再这样下去，北田和药棚必须2选1。那肯定先药棚，第2波毒株要来了。药草没粮，养人也不行。我们会做转轮，以前挖洞排水用过。如果有木材、铁轴，可以把低处水提上来。水车，玉晶转轮，丑但是能转。丑怕啥？能干活就是好东西。建造初级地精水车，灌溉效率提升，农田面积渐增加。领主大人，我们做的不好会被赶走吗？做错可以改，偷粮才会赶。不偷，吃饭干活。喂！我们以前挖地洞，别人骂我们脏，这里他们鼓掌。以后你们不是偷粮地精，是丰收村水陆工。初级地精水车建成，水利体系升级，灌溉族群度提升，解锁职业地精工匠。检测到黑雾热风，农田蒸发率提升300%吧。警告：12小时内未建立防风体系，北田幼苗神病率70%。热风后面通常有树人迁徙，但树人不喜欢人类。领主大人，再这么吹，北田要废。森林里有树人幼苗，他们被热风赶出来。追树人干什么？树人新入职前能做法杖、木墙、箭塔。又是这帮只会拆东西的。Young saplings are prime materials. Bring these back for arrow towers, enough for at least 1 upgrade. 放开。Lin Yan, now you even have to take care of the trees? Don't tell me you're going to take the ends as your townsfolk again. 你砍了它，得到一段木材；我救下它，能得到一片防风林。所以别拿你的短命算盘来算我的长期账。Shut up! Unths are wild resources. Whoever captures them gets to keep them. 魔风，驱散。You dare steal resources? 资源，在你眼里，什么都是资源。人在你眼里是冰原，魔物在你眼里是晶核，树人在你眼里是木材。难怪你的领地到现在只有一堆尸体和木桩。发现树人幼苗，可建立方风林契约。需求：净化水、黑土，稳定边界。活墙啊，这比木墙强多了，还会长。方风林雏形建立，农田抗灾能力提升，树人族群友好度开启。王国巡查队即将抵达本区域，巡查重点：非法收留魔物、私建武装、违反王国领主法。林氏，王国来查你了。史莱姆、地精、牛头人、魔风树人，我看你这回怎么狡辩。巡察官大人，就是这里。林燕收留魔物，饲养牛头人，还让地精挖地下工程，这已经威胁人类领地安全。林燕，你可知王国领主法？魔物不得入人类居牧区。地精、牛头人、树人均属危险种，你私自收留，等同叛乱隐患。他们没有伤害领民，反而在生产。生产说得好听，魔物就是魔物，今天听话，
明天反噬。你猎杀史莱姆，烧树人，抢金河，你当然希望所有魔物都只能死，因为活着的魔物会证明你只会破坏，不会建设。我不听辩论。按王国法，危险魔物必须登记，无法控制者就地清剿。先从牛头人开始。谁敢动他们？北田是他们离出来的，我们吃的粮也有他们一份汗。农夫，你知道自己在维护魔物吗？我知道，但我也知道，他们比来抢粮的人更讲规矩。巡查官大人，这是丰收村魔物生产登记，每个单位都有工作内容、口粮消耗、产出贡献、违规记录。到目前为止，魔物单位伤人记录为0，人类掠粮者袭击记录12起。你要谈安全，我跟你谈数据；你要谈王国法，我跟你谈契约；你要清剿魔物，也可以。但先告诉我，王国有没有哪条法禁止一只史莱姆进水？大人，别听他狡辩，这些都是魔物。那你也别吃我粮。我这粮，史莱姆进过水，牛头人离过地，魔蜂授过粉，树人挡过风。嫌脏，可以饿着。既然你说这些魔物有用，那明日公开验查，每一种魔物当众证明其产出价值。若有一项无法证明，就地清剿。李烨，魔物就是魔物，我看你怎么把他们说成人。今天不靠嘴，靠账。毒性降到安全范围，可灌溉，可煮沸饮用。史莱姆进水后，丰收村饮水病患为0，堆肥效率提升30%。如果没有毗邻水车，北田用水需要30人挑水，现在只需3名毗邻维护。北田耕地翻倍，就是他们迷出来的。谁说牛头人只会抢粮？人家现在比某些领主还勤快。授粉区醒麻茶，药性提升20%。魔蜂蜜可制作体力恢复剂。现在告诉我，他们是危险魔物，还是生产领民？可他们终究不是人类，王国不可能承认魔物领民。你杀史莱姆取金河，烧树人卖木材，饿着地精挖地道，逼牛头人抢粮。你是人类，可你做的事有哪一件像文明？这里史莱姆进水，地精修水车，牛头人犁地，魔蜂授粉，树人护田，人类种粮建房交易立规矩，大家靠劳动吃饭，靠契约活着。你告诉我，到底是谁更像文明人？丰收村魔物单位暂不清剿，列入特殊生产单位观察。林燕，你要对他们负责。我一直负责，不像有些人只负责砍。魔物生产链第1阶段完成，丰收村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解锁新阶段，王国税粮。黑石男决令：丰收村粮产异常，涉嫌隐瞒产量，即日起征收70%税粮。我们刚种出来，他们就来抢。荒的时候没人管，丰收了，王国来了。黑石男决令：丰收村粮产异常，涉嫌隐瞒产量，即日起征收70%税粮，另征净水史漏姆10只，牛头人劳力5名，魔蜂抽箱2座，作为边境公共资源。70%？你怎么不直接把我们粮仓扛走？农夫，注意你的身份。丰收村位于王国边境，土地归王国，产出自然归王国调。北田是我们犁的，水渠是地精挖的，史莱姆进的水，魔蜂授的粉，你没干活。魔物没有财产权，你们只是被临安非法收留的劳力，按王国法本该没收。荒地的时候，王国在哪儿？毒井冒泡的时候，王国在哪儿？
魔狼围村的时候，王国在哪儿？掠粮联盟夜袭的时候，黑石男爵在哪儿？你这是抗税！我这是问账。这片地被毒物废了3年，6任领主死在这里，你们没派过一个士兵，没送过一袋种子，没修过1寸水渠。现在麦子熟了，水车转，粮仓满了，你们来了，7成税粮可以谈，先把前3年王国失职账补上。魔狼防御费、毒井治理费、流云安置费、魔术生产补偿兵，算完再说。林燕，你真以为一个1级村庄能和黑石男爵讨价还价？不，我只是让你们明白，丰收村的粮不是你们嘴一张就能拿走的。很好，巨咒税粮按判令处理，从今日起封锁丰收村所有对外冒号。我倒要看看你的粮卖不出去还能硬几天。我们是来交易的，凭什么不让进？黑石男爵令，丰收村涉嫌抗税，所有粮食不得外流。我领地里还有伤兵等着吃饭，那就去找男爵买。领主大人，今天取消的订单有23笔，如果粮道封锁超过5天，我们库存还能撑，但外部信誉会受影响。他们就是想逼咱们低头，粮不让卖，东西不让进，这不是收税，这是掐脖子。地下旧水道还能通吗？能通，但窄，不能走大粮车。粮车不用走，粮带走。领主大人，你是想走地下粮道？明面上他们封路，暗地里我们先保盟友。顾清霜的粮不能断，伤兵领地的药草换粮也不能断。黑石男爵也派人来冰霜领地施压，让我终止与你的粮食契约。你怎么回的？我说契约没到期，王国法里也没写男爵能抢我的面粉。那今晚接货，走地下线。这帮贵族以为封了大陆就赢了，他们不知道，咱们连地底下都能种出路来。他们发现了吗？不是发现，是有人告密。领主大人，要打吗？现在打就坐视判令，先把粮藏起来。有人举报，丰收村今晚走地下粮道，搜。该死，魔狼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撤！知道路径的人不多，地精工匠、守田民兵、阿土、老罗、雷德，我，还有负责搬运的几个新领民。谁干的？站出来！咱们给他饭吃，给他无助，他反手卖粮道。今天谁家人被王国士兵扣过？领主大人，我不是故意的。我弟弟在黑石男爵矿场当苦工，他们说我要是不说粮道，他们就打断我弟弟的腿。那你就卖全村。我错了，我真没想害大家。你弟弟在哪个矿场？黑石矿场。
你犯了错要罚，但黑石男爵拿人命逼你也要算账。从今天起，你停发本人2餐，做10天休渠劳役。同时，你弟弟我们想办法救。领主大人，别谢，下次有人威胁你，先说出来。丰收村可以帮你扛事，但不能容忍你背后捅刀。他们拿我们的领民威胁我们，那就先把矿场这条账翻出来。想收拢？这些人不是士兵，是被抓来的流民。快点！原来黑石男爵封粮道不只是为了税粮，他想卡住铁矿，再用铁矿和税粮控制整个区域。地下有废矿道，可以进去。进去查账，先不救人，先拿证据。黑石矿场产出记录：实际难产铁矿800单位，差额流向黑石男爵私军。他自己隐瞒产量，却来查我们隐瞒粮产。他偷矿，还抢粮。男爵有令，丰收村如果3天内不交税，就断掉所有铁矿交易，再派私军围村。那群种田的还敢反抗男爵？他们以为有粮就了不起，但粮仓挡不住铁骑，没有铁，他们修不了墙，造不了武器，最后还得跪着交粮。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证据够了，撤。他自己偷王国矿，还敢来抢我们的粮！明天公开账本，他要查我的粮产，我就查他的矿产。黑石男爵说丰收村涉嫌隐瞒粮产，所以要收70%税粮。今天我也大家查了一笔账，黑石男爵自己隐瞒矿产，他还封我们的粮道，让我们去他那里买高价铁。冰霜领地曾高价购买黑石铁矿，若该记录属实，黑石男爵涉嫌操纵区域资源。林燕，你私闯矿场，伪造证据，污蔑贵族。伪造？那你让黑石男爵打开矿藏，让王国巡查官核对。你没有资格查贵族。那你有什么资格查我粮仓？对啊，凭什么？对啊，荒地没人管，丰收就抢粮。偷矿的男爵，抢粮的男爵。坏账！坏账！还粮！查清楚！我去年被他强征木材，我的2个流民被抓去矿场，到现在没回来。黑石男爵不是收税，是养私军。关闭直播，拿下林燕！丰收村是冰霜领地契约盟友，无审判令，无王国正式文书，任何人不得强行攻村。你们这是反抗男爵！不，我们是在反抗抢粮的强盗。他穿男爵衣服，也一样。一个种地的也敢查我的矿，一个偷矿的也敢收我的粮。很好，3日后我亲自来收税，税粮、魔物、粮仓、村政厅全部没收。3日，够我们把农场战阵升级成真正的村庄防线了。领主大人，黑石男爵有骑士，有私军，
还有铁甲，咱们能挡住吗？牛头人能顶前面，单靠硬顶没用。黑石男爵的私军装备比秦烈更完整，他们不是缺粮的流寇，是正规贵族军。所以我们不跟他们打骑士战，我们打丰收村自己的战。第一，外沟加深；第二，藤蔓墙3层；第三，粮仓分散；第四，村民全员避站位。粮仓分散是什么意思？黑石男爵以为粮仓是核心，那就让他看到10个粮仓，真粮分散入地下仓、树人仓、冰窖仓，明面粮仓只留诱饵。我们挖，这次不偷粮，挖藏粮洞。算你们长进了。水车能不能改成冲击闸？能，但要拆一部分水渠。拆。他们骑兵冲锋时，水闸一开，把泥地冲成沼。醒马草药剂已经成熟，可以涂在木刺上，不是毒杀，只会麻痹腿脚。不杀为主，瘫痪为先。黑石男爵想给我扣叛乱罪，我们就让他的私军冲不进来，站不起来，抓不到屠村证据。司令！以前我以为种地就是等粮熟，现在才知道田也能修成城墙。他们抢粮，是因为觉得农夫好欺负。这次让他们看看，农夫急了，也会修出一座咬人的村。村庄防线升级进度40%，警告：骸石矿场苦工即将被转移。他们要毁证人，那今晚先救人。快点！男爵有令，今全部转去北矿，谁敢拖延，打断腿！北矿是不是那个死人坑？去了就没回来的人。莫尔，你哥是不是在外面？他救不了我，那我们活一天算一天。磨蹭什么？我走不动了。那就别走了。再看下去，我忍不住了。忍不住就是送死。那也比看着他们被拖过强。冲出去，我们一个都带不走。有路！有路！矿下面有废弃道，老的塌了一半，没人守。能通到车队下面，带路。以前我们就是从这里偷矿的。现在是救人。对，救人。你听到了吗？别出声。嘘，真的有人来。废物！什么人？你不配知道。提醒，有人接人3息准备，动手！动！兄弟们，开练！别动，会被杀的。这是陷阱吧？逃不掉的。看着我，你们怕是因为一直被打，但今晚没人能再把你们打回去。我走，我给你作证，我知道矿场的账。不敢拼了，走，俺也去干了。往森林撤。
大人，苦工被救走了，矿障也可能保不住了。那就不等3日了，明日天亮，攻封收村。他们提前了，村庄防线还没完全建好。这帮贵族不讲规矩！他们本来就不是来讲规矩，他们是怕我们把矿场账翻出去。如果我守不住，证据送出去，黑石男爵可以打村，但别想把账也烧了。领主大人，我也能作证。你先活着，活人证日比死人冤魂有用。昨天还说收税，今天就变抢劫。林燕，最后一次机会，交出70%税粮，交出矿场苦工和所有所谓证据，我可以留你一个村长头衔。我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公开矿账，释放苦工，撤掉封锁，按正常税法来谈。我可以不把你今天的军令贴到全区域频道。一个种地的也敢威胁贵族，一个偷矿的也敢自称贵族。攻村！有点本事，上投石车。他们要砸粮仓！砸，让他们砸。该我们收网了。丰收村粮仓已毁，林燕，你拿什么继续拼？这蠢货还真以为那里面全是粮。吃过一次亏的人，才不会把命放在一个篮子里。我种田不赌运气。继续砸，把村政厅砸了！继续冲！西侧破口，冲进去！欢迎！你以为我3天筑墙，其实我3天挖坑。贵族骑士最大的毛病就是总觉得别人会在正门等。那是贵族征召令。林燕抗税反叛，以亡国名义征调边境军镇压。领主大人，怎么办？他们打不过，就叫更大的来。那就让亡国军看看，谁才是叛乱的人。接入屏主直播同步中。我是黑石矿场苦工莫尔，黑石男爵隐瞒矿产，囚禁流民，逼我们替司军挖矿。丰收村救了我们。冰霜领地证明，丰收村与我方存在合法粮食契约。黑石男爵封锁粮道，破坏区域生存。关闭直播，这是伪造！我救矿场苦工就是叛乱，黑石男爵偷矿养私军，封锁粮道，强征苦工，这又叫什么？大人，请您解释矿场账目。你敢审问我？我奉亡国军令，不是奉你司令。若证据属实，我必须上报。
袭击王国军官，罪加一等，拿下！丰收村成功抵御贵族强征，区域多个领地公开响应丰收村生产秩序，隐藏任务完成，奖励丰收联盟旗帜、联盟贸易战图纸。从今天起，粮食不再是黑石男爵的锁链，也不是强盗的借口。愿意靠双手活下去的，都进联盟。领主大人，咱们这算什么？丰收联盟，区域生产同盟诞生，跨区榜单开启。丰收联盟已被3大王国7名跨区领主标记。黑石男爵只是第一把镰刀，后面才是真正来收割的人。领主大人，我们被标记了。刚打完黑石男爵，又来更大的。这些人是不是闻着粮味来的？不是闻着粮味，是闻着生产体系来的。粮仓能抢，田能烧，但一个能持续产粮、能收流民、能养兵的联盟，才是他们真正害怕的。不止敌人，还有难民。检测到战争流民队伍人数184，来源赤崖领主战争区，风险其中可能混入侦察单位。184个人，咱们现在人口才多少？如果全部收留，粮食消耗会暴涨。按现在库存能撑，但会影响下一轮扩建，也可能是陷阱。跨区刚开就有流民来，太巧。我们不是来抢粮的，我们愿意干活，求丰收联盟给孩子一口饭。领主大人，收吗？如果不收，他们能活几天？最多2天。开外营，先不进内村。伤员、孩子、老人先发救命舟，成年人登记技能，愿意干活的留下，身份不明的隔离观察。我就知道您不会见死不救。别说的太轻松，救人也要立规矩。粮食是善心，也是秩序。没秩序的善心，会把整个村子拖死。这是跨区领主探邪令。难民里深混了探子。领主大人，我们不知道他是探子，路上乱得很。他说自己是伤兵，我们就带上了。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伙的？我们真不是奸细，孩子2天没吃东西了，求您别把我们赶出去。先救命，再查人。领主大人，万一他们真是敌人呢？敌人要查，不能因为一个探子就把100多人都饿死，但也不能因为100多人可怜就放过一个探子。所有人登记姓名、来源、技能、同行证明，互相作保。作假者逐出，主动举报敌方单位者优先获得粥和药。排队，抢没饭。我们都快饿死了，还排什么队？丰收村不是说救人吗？救人不等于让你插队，你饿，后面的孩子也饿。在我这里，可怜不是抢别人碗的理由。上一个领地只收战斗兵，我们这些不能打的都被赶出来，这里竟然还问我们会什么？会织布，会做木活，会看牲畜，都算本事。丰收村不只要会打仗的人。谁派你来的？你可以不说，但外面100多人能活，是因为他们证明自己愿意守规矩。你若把他们当掩护，害他们被怀疑，他们第一个不会放过你。我们路上还分给你半块饼，你把我们当什么？是赤牙领主，他让我混进来，看丰收村粮仓和魔物防线。他说3天后会有人来试探你们。跨区敌对单位确认，赤牙领主敌方路线掠夺型兽兵文明，警告敌方擅长驱赶难民，消耗目标粮食。原来他们不是来打第一仗，他们是想先用难民拖垮我们。领主大人，粮食还能撑，但住房不够，外营人太多，一场雨下来就会出病，药草也会被快速消耗，人挤在一起，伤口容易感染，孩子和老人最危险。木材倒是有一批，但要建100多人的营地，木材消耗太大。领主大人，黑石男爵之前留下的废军营能不能用？那里有木桩、帐篷、铁钉、石料，只是位置靠外，容易被袭击。能用，但不能直接住，要改。新任务：建立第2安置区，所需废军营改造净水沟、公共食堂分点、外前防线。完成奖励：人口容纳上限提升，村庄升级进度增加。
我准备将废军营改成第2安置区，流民自己参与建屋，自己的房子自己建。领主大人，我们不怕干活，就怕干了也没人把我们当人。在这里，干活的人有名字，不是难民，不是累赘，是未来的领民。领主大人，咱们这村子越来越不像村了。村子装不下这么多人，那就往城的方向建。第2安置区建立完成，人口容纳上限提升，丰收村金生小镇前置条件开启，新建筑解锁。第2粮仓区。领主大人，西营有人私藏口粮，而且不是一个人。人多了，规矩就要再立一遍。遭贼了！遭贼了！抓小偷！他们被查出私藏干饼，其中一个还偷偷把粥倒进皮带，准备留给自己小队。刚给他们饭吃，就开始藏，这不是白眼狼吗？我不是想偷，我以前待过2个领地，今天有饭，明天就可能被赶走，我就是怕第2天没吃的。我藏是给我娘的，她年纪大，抢饭抢不过别人。怕归怕，规矩不能坏。第1，私藏公共口粮要罚。第2，西营粮食分配制度不够细，我也有责任。第3，从今天开始建立第2粮仓区。第2粮仓区，主粮仓管村庄储备，第2粮仓区管西营日常供应。每个人口粮登记，伤病老人额外登记。领民可用劳动换个人储粮额度，想为家人多留粮可以，但必须通过劳动账，不许偷。也就是说，我可以多干活，给孩子换储粮？可以，但要记账。你多干1小时换多少粮，所有人看得见。可以用木牌记录，每人1块劳动牌，每日公分换粮额。制度建立，劳动换粮，西营秩序稳定度提升，第2粮仓区可建造。小心点，稳着点。跟上。下一个。我第一次觉得，明天的饭不是偷来的，是我自己挣的。那就好好干，下次再偷，我亲自把你吊粮仓门口。第2粮仓区建成，人口压力缓解，储粮安全提升，魔力作物魔力稻。那不是普通粮，那是法师和魔法兵种的战略补剂。种植条件：冰晶水源、黑土田、魔蜂授粉，稳定魔法兵族。领主大人，咱们这是要种法师饭了。对，以后法师也得靠农民开饭。以前我种麦子，现在我种法师吃的饭，这地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魔力稻成熟后，不只能给法师恢复法力，还能作为战略交易品。跨区战争里，法师补给比普通粮更贵，所以这片田必须守住。从今天起，魔力稻田列入1级防护。不急啊，慢慢说。领主大人，秦烈来了，他带的人不多，看样子像败兵。哟，区域第1战斗领主也有今天，来压价还是来烧田？我要粮。你要？你以为你是谁？先拦粮道，威胁烧田，现在张嘴就要？我会付代价。说清楚，你是买粮还是求粮？有区别吗？买粮按交易价，求粮按救命规矩。买粮你是客户，求粮你是败军。客户可以谈价格，败军先交底牌。你敢羞辱秦烈大人！他以前羞辱我的农夫，拦我的粮道，威胁烧我的田。现在我只是让他说实话，这都受不了，可以回去继续饿。我败了。赤牙领主偷袭了我的领地，我的粮仓被烧，兵营受损。我需要粮食、药草、马料，否则我的骑士撑不过2天。当初别人撑不过2天，你不是说抢就行吗？我以前以为战力就是一切，现在才知道，粮仓被烧后 ，S 级骑士也会跪在地上抢一块饼。救你可以，但不是白救。你要什么？第1，
公开承认你曾经拦截丰收村粮道，并向丰收村道歉。第二，火焰骑士团加入丰收联盟30天协助防御。第三，交出火焰核心使用图纸。第四，你的领地从此不得抢粮，只能交易。嫌难就回去，我们这儿不缺少爷。我答应。昔日敌对领主秦烈申请临时加入丰收联盟，可签订暂时救助契约。签完，食堂给你的骑士发粥，药草按伤势分，火焰战马先喂马料。林燕，我欠你一次，不是欠我，欠你那些被你饿着还要冲锋的骑士。跨区领主赤牙正在向丰收联盟进军，敌方兵种猎狗兽兵、掠食骑兵、焚粮萨马，目标魔力稻田与第2粮仓区。是他，烧我粮仓的人来了。那就让他看看，丰收联盟的田不是这么好点火的。赤牙不抢城，他抢粮。他的焚粮萨马能闻到粮仓气味，远距离点燃干粮。我就是被他这么烧掉粮仓的。闻着粮烧，这不比魔狼还缺德？领主大人，第2粮仓区离外营最近，如果敌人先烧那里，外营100多流民今晚就断粮。魔力稻田更危险，它刚种下，火系萨马一烧，整片田都会废。没有魔力稻，后面法师补给就断。焚粮萨拉们靠什么锁定粮仓？粮器、干粮、谷物、面粉，越集中越容易被锁。地下仓能不能临时分流？能挖小洞，但来不及搬完。不用搬完，把粮器打散。第2粮仓区，所有干粮分成小袋，送入地下分仓。明面仓留下空袋、煤窑壳，少量狼油。魔力稻田周围加水。史朗姆库什尼，蜂群升空，风灵道全开。秦烈，你的火焰骑士别上前线，守稻田边缘。你让我守田？你粮仓被烧过，你比谁都知道守不住粮是什么滋味。今晚别当火焰骑士，当守田人。这次我一定要守好粮食。闻到了，好多粮，烧掉它们！粮仓着火了！别急，让它先烧个够。粮食烧起来的味道最好闻，没有粮。人类比魔兽还乱！粮仓烧了，我们是不是又要被赶走了？我就知道，哪里都活不下去。都别乱！第2粮仓区是分仓，主粮没在那里，谁乱抢谁冲仓，按粮仓法令处理。丰收村不靠一个粮仓活，更不会因为一把火就把人赶出去。按队伍站好，领孩子和伤员去避火区。这儿有见血，快来人啊！再喊一句试试。不是粮！救命啊！上当了！烧粮，让你们先尝尝没麦壳熏肉！陷阱，看来我低估你们了。你闻得到凉气，
闻不到脑子。那我就烧你的心田！秦烈，火焰骑士，压火！我的粮仓已经被你烧过一次，这一次别想再烧别人的田。守得住田，守得住人吗？他们要冲外营。他们不是来杀人，他们是想把流民赶进村里，冲乱我们的防线。想活命就往村里跑！丰收村粮多，不会看你们死。阿土，开西营2号门。不是放他们乱跑，是分流进避难沟。牛头人护老人孩子，地经封内村粮道，谁敢借乱冲粮仓，直接绑。慢走，孩子先，老人先，抢路的扔出去。空手进，命比粮先走。赤牙不是在攻城，他是在考我们会不会为了守粮放弃人。如果我们放弃外营，联盟民心会崩；如果全开内门，粮仓和稻田会乱。所以不选，人要救，粮也要守。避难沟能通树人防风林吗？能。把流民引过去，树人护边，魔风压骑兵。别乱，跟我一起往村里冲！你们竟敢挡掠食骑兵！以前我们守麦苗，今天守人，都一样。既然粮烧不掉，那就烧根。他在烧地脉，这不是普通火，他在烧地脉魔力，冰墙挡不住。再拖半刻，整片田都会死。赤牙当初烧我粮仓时也是这样，先烧粮，再烧地，烧完之后，土地3个月不长东西。烧粮就算了，还烧地，气死我了！这不是抢饭，这是掀锅杂灶。火从哪儿来，就断哪儿了。焚粮萨满正在借助伏火图腾燃烧地脉。破解方案：净水史莱姆吸收毒火，冰晶水源降低温度风险，史莱姆可能损耗。小兰，这回不行，那火会烧化你们。护心霜降水温，巴鲁翻田，不要伤苗。魔风找图腾。找到了。你的火焰核心还能用吗？能。这次不是烧田，烧他的图腾。
你别死啊！咱们还指着你净水呢。魔力盗母族群获得抗火分裂体。吃牙的萨满废了，现在轮到他自己来了。林燕，你比秦烈难啃，但越难啃的骨头越有味儿。领主大人，前方森林出现大量不明士兵，应该是赤牙来了。终于来了，等你很久了。新账旧仇一起算。你会种粮，会收难民，会养魔物，可这些东西最后都会变成我的战利品。我打下你的村，你的粮仓归我，你的魔物归我，你的人也归我。你们掠夺型领主是不是都一个毛病？看见别人种出来的东西，就觉得该归自己。弱者生产，强者收割，这就是领主战场。那今天换一条规矩，谁生产谁拥有，谁抢谁付代价。不知死活的东西，冲！不给你们露一手，真以为我只是个种地的？农场战阵，2级展开！这是什么鬼东西？我以前看不起农夫，今天我才知道，骑士没有粮，也只是饿得快点的废铁。现在知道不晚，等会儿别踩苗。这田我们犁的，你不准进！启动爆裂火球投掷架。掠夺型领主最怕什么？不是输，是抢不到。居然炸了我的补给，可恶！撤退！林燕，你守得住一次，守不住整个跨区，那就修成城墙。丰收联盟成功跨区领主赤牙，完成隐藏成就，生产型文明抵御掠夺型领主，自由城前置条件开启，奖励1级城墙图纸，联盟成金石。领主大人，咱们真要建成了。村庄守不住未来，从今天起，建成